如果不发生性关系，你还会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吗？这不是一个轻浮的问题，而是一个直指人心的拷问。当我们剥离掉身体的亲密、荷尔蒙的冲动，社会对于情侣关系的期待，剩下的那部分情感还能撑起你们之间的爱吗？在这个速食的年代，爱似乎被具象化了，是一个吻，是一场约会，是一顿晚餐，是同居后的琐碎日常。可这些真的就是爱的全部了吗？柏拉图告诉我们，爱并非如此肤浅。很多人以为柏拉图式的爱情就是没有性的爱情，这是一种误解。柏拉图从不否定身体的美好，他只是提醒我们不要让爱止步于皮肤。他在想念中描绘了爱的发展路径，一个人从被对方的外貌吸引开始，然后欣赏他们的思想，最终两人共同孕育出对美的理解，对真理的探求。这不是性冷淡，而是一种超越了身体的灵魂共鸣，是一种精神上的高潮。这种爱的底层逻辑，柏拉图用3个剥离来诠释。剥离性冲动，爱你不是因为想拥有你的身体，剥离功利计算，爱你不是因为你能带来利益、地位或稳定，剥离占有欲，爱你不是要你归我，而是想看你成为最真实、最自由的自己。这种爱是什么？就像遥远星辰之间的光，相隔亿万公里，却彼此照亮。就像宇宙里那道名叫引力波的神秘震荡。1916年，爱因斯坦首次提出了引力波的存在。宇宙不是静止的背景，而是一张可以被弯曲、被扰动的时空之网。而当2个黑洞在远方相撞，它们的质量和能量扰动了这张时空之网，就像一颗石子投入湖中，激起层层涟漪。这一圈圈扩散的波动便是引力波。2015年，LIGO 团队首次捕捉到了这种宇宙信号，它来自13亿光年之外的2个黑洞。当时所有科学家都震惊了，这证明了在遥远的宇宙深处，有2个看不见的天体正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相遇、缠绕、融合。而这种相遇，即使隔着亿万年，也能在这里被听见。爱不也正是这样吗？2颗灵魂即使相隔遥远，即使没有身体的缠绕，却依然能在精神的深处感受到彼此的震荡。那是一种极深的极轻的吸引，像是看不见的引力波，穿越空间，穿越时间，触碰你的心。我们都是星辰构成的，这是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说的。每一个人类的身体几乎都由早期恒星的死亡所诞生。你我身上的碳、氧、铁都来自一场宇宙爆炸，你爱的人也一样。我们都是宇宙的碎片，是星辰死后的回响。在某种意义上，爱一个人就是爱宇宙中那个与你最有共鸣的星辰。在人类的历史里，这种超越身体的爱其实并不少见。钱钟书和杨绛不只是一对作家夫妇，他们是一对灵魂的伴侣。他们共同读书，共同思考，也共同吵架，在爱与争执中一起变老。
钱钟书说她是最贤的妻，也是最才的女。而杨绛在我们仨中写，我们三人失散了，失散在这人间。他们的爱是灵魂的靠近，不是身体的占有。还有但丁，他一生只爱贝亚特里奇，却从未拥有。他在神曲中将他塑造成引导他走向天堂的光。他的爱不是激情的燃烧，而是精神的救赎。还有萨特与波伏娃，他们一生不结婚，不同居，却始终并肩。他们通过思想、写作、争论、书信，不断滋养彼此的灵魂。萨特说，我不是爱他的肉体，而是爱他的存在。这些人用他们的一生告诉我们，肉体靠得再近，也不等于灵魂相通，而灵魂一旦相通，即使相隔千山万水，也能彼此照亮。在柏拉图的世界里，真正的爱是对美的追求，不是颜值的美，不是身体的曲线，而是灵魂中那种渴望真理、渴望自由、渴望智慧的光。正如他在斐多篇中写道，美是灵魂之光的倒影。而当两个人在思想上达成共鸣，在精神上相互滋养，在信仰、信念、世界观上携手前行，那才是最稳固的爱。因为身体会衰老，热情会退却，欲望会平淡，但思想的交流、精神的扶持、灵魂的并肩，却会穿越岁月。宇宙浩瀚，星辰亿万，但你会发现，真正引力最强的星体往往并不靠近，就像一对黑洞，在亿万年中互相绕行，彼此吸引，却从不碰撞。它们没有身体的接触，却能释放出宇宙最强烈的能量波动。爱一个人，不是为了靠近他，而是为了在不靠近的状态下，依然照亮他，成全他，见证他。所以我们回到那个问题，如果不发生性关系，你还会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吗？这不是让你否定身体，也不是让你拒绝亲密，而是让你问问自己，当欲望退去，当占有不在，当你们什么都不能交换的时候，你是否还愿意陪这个人读一本书，听一首歌，看一次星空，聊一个彻夜未眠的梦？你是否愿意像宇宙中那道看不见的引力波一样，用灵魂的震荡唤起另一个灵魂的回应？我们一生会遇到很多人，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与你的灵魂对频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你的沉默，接住你的脆弱，回应你的理想。真正的爱，不是我想拥有你，而是我愿看见你成为最好的你自己。别人爱你的皮囊，我爱你走过废墟后依旧闪光的灵魂。别人想征服你，而我想陪你长成你自己。如果宇宙的真理是一道光，那我愿意成为那道与你共鸣的引力波，不缠绕，不占有，只照亮。带着这个问题走下去吧，也许你会在人生的某一个午后或某一个星空下，遇见那个不碰你身体却能牵动你灵魂的人。那时你会明白什么叫真正的爱，是你在我灵魂里种下了一朵永不熄灭的光。
两个人的缘分不是自己能决定的，是上天的安排。若你注定会遇见某人，他终会不期而至地出现在你的生命中。若无此缘，强求也无济于事。我们往往在生命的某些时刻，才真正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汇是多么奇妙。它不像一场可以预先计划的旅程，而更像是一场浩瀚宇宙的自然演算，在无数的可能性中，突然指向了一个唯一的结果。意大利物理学家卡洛罗维利在7堂极简物理课中说过，宇宙并不是线性前行的，而是由无数交织的因果链条和概率波动构成。我们常常觉得某次相遇是偶然的，是巧合的，可当你追溯其背后的因果，你会发现它的发生几乎不可避免。也许是10年前你选择了一座城市读书，也许是5年前你在雨天躲进某个书店，也许是昨天你改变了出门的方向。那些微小到不被察觉的选择，正是推动宇宙概率的一颗颗种子，而当它们同时萌芽，就形成了一次看似偶然的相遇。这样一种复杂的连锁机制，正如气象学家洛伦兹在研究大气系统时发现的那样，蝴蝶在巴西轻轻扇动翅膀，可能在数周后引发德州的一场风暴，因为在混沌系统中，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会导致结果的巨大差别。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也是如此，一次微不足道的迟到，一次不经意的转身，便可能让你与某个人擦肩而过，或是命运般的相逢。看似随机，却在混沌的底层暗含秩序。这或许就是缘分在宇宙层面的另一种解释。可是仅仅是概率和混沌能解释所有相遇吗？量子物理告诉我们，世界的奥秘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奇异。1935年，爱因斯坦与波多尔斯基、罗森提出了著名的 EPR 悖论，他们描述了一种被称为量子纠缠的现象。当两个粒子曾经发生过相互作用，即使在分离后，它们仍然能够瞬间影响彼此的状态，仿佛存在一种超越时空的联系。后来大量实验验证了这一点，证明纠缠确实存在。我们不妨把这种现象类比到人与人之间，有些人即使远隔千山万水，依然能感受到彼此的心跳与思念。有些灵魂似乎在更深的层面早已缠绕过，所以无论走了多远，仍然会在某个时刻重新相遇。缘分或许就是一种人类版的量子纠缠，是宇宙在更隐秘的层级里保留的能量印记。宇宙并不吝啬给予这样的安排，但它也从不强求，因为自然规律本身总是倾向于选择最神秘的路径。物理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叫最小作用量原理，它揭示了天体运行、光的传播，甚至粒子运动都会自发寻找一条能量消耗最小的路径。行星在恒星周围选择稳定的轨道，河流顺着低处奔流而下，这一切都不是外力强加，而是宇宙自身的节律。关系亦然，如果一段关系需要不断逆流而上，耗尽心力才能维持，那么这大概率不是宇宙的最优解，
这不是谁不够好，而是频率不同，磁场不合。就像两颗行星之间若没有足够的引力，就不会形成稳定的体系，只能短暂相遇后各自远行。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·霍金曾说，即使宇宙是冷漠的，生命的意义依然由我们自己赋予。我们无法决定谁会进入我们的生命，却能决定在他们到来时是否全心全意地去珍惜。宇宙安排了相遇，但人类赋予它意义。也许一个转瞬即逝的邂逅，能成为你生命中难以忘怀的片段。也许一个人短暂的陪伴，会在你心里留下比一生更久的回响。我们常常纠结，为什么是他？为什么不是他？可从宇宙的角度来看，这样的问题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在有限的时间里，你是否足够真诚，足够温柔，足够坚定地回应那场相遇。宇宙并不会浪费任何一次能量的释放，每一次靠近，每一次告别，都是一场深思熟虑的安排。缘分让我们遇见，选择让我们决定如何回应，而意义最终是由我们亲手赋予。想到这里，一个更深的问题浮现出来，如果一切都似乎是宇宙的演算结果，那么我们是否还有自由？或者说，我们所谓的选择究竟是独立的意志，还是早已写进宇宙方程式中的变量？罗维利说过，时间本身并非绝对流淌的，而是由事件之间的关系构成。也许我们所谓的自由，不过是另一种层面上概率的体现，但即便如此，意义依然属于我们自己。宇宙浩瀚冷寂，它不会为某一次人类的相遇而驻足。可是当我们把一份真诚与热烈投射到那场相遇中，它便拥有了超越时间的价值。正如河流会在地势最低处留下痕迹，人类的爱与回应也会在宇宙的时空之网中留下回响。缘分并不是要告诉我们一切早已注定，而是要提醒我们，遇见是宇宙的馈赠，珍惜是人类的使命。命运会带你遇见匹配的人，磁场相同的人才能同行，这是宇宙早就设定好的运行轨道，不是你越想拥有谁，就一定能留住谁。福德相当，频率一致，才是真正能够并肩走远的基础。而那些你曾经觉得错过太遗憾的人，后来你会明白，那些遗憾本身就是天意，上天在用另一种方式为你避开混乱，不是，甚至是一场劫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在人生中绕了很大的圈，才终于理解，命运没有亏待我们，它只是按照我们看不懂的路径，把真正适合我们的人和事安排在了恰当的时间。站在人的角度看，那是离别，是失落；但站在宇宙的尺度上，那是一次精准的轨道调整。我们都在以为自己是掌舵者，但其实我们的选择、情感的流动、关系的粘合，早已受到了更深一层的规律牵引。特斯拉曾说，如果你想理解宇宙，就从能量、频率与振动开始。这句话被很多人当成玄学，其实它正是宇宙底层逻辑的提炼。在量子层面，
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，这不仅是一种情绪状态，更是你所有行为、想法、信念的总和。你是什么样的频率，就会吸引什么样的能量场。也就是说，你会遇见与你当下频率共振的人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会爱上完全不同的人。不是对方变了，而是你变了，你的频率切换了，而他们只是刚好已经不在那个频道上。当你频率升高时，有些关系就会自然疏远。当你情绪稳定，内心丰盈，你就会自动吸引到同样沉稳而温柔的灵魂。这不是错过，是匹配失败，而宇宙不会浪费任何一次不匹配的关系，它会用一次又一次的拉扯与分离，把你送到更接近对的人的轨道上。正如霍金说过的，即使宇宙是混沌的，它也有自己的秩序。人类以为混乱的情感世界，在宇宙眼里只是能量错位、轨道偏移的一种短暂现象。当你真正稳定下来，你就会发现，命运从未让你走过一条多余的路。我们都是星辰的孩子，你身体里的一切碳、氧、铁，都是几亿年前超新星爆炸的残留。所以你并不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的存在是宇宙亿万年演化出的结果，而你遇见的人和你经历的一切，也都在那场星际爆炸后的涟漪中被注定了相遇与别离的时刻。那些你痛苦的告别过的人，可能只是陪你走一小段的人类化身。你以为自己失去了什么，其实只是结束了一段功课。他们来时帮你照见内在的投影，离开是为了把真正对的人的位置空出来。所以当你现在还在经历失去，不要慌，不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不够好。你很好，只是频率不同，不必强融。真正的相遇是你什么都不争的时候，宇宙轻轻把一个人放到你面，你不用解释自己，不用小心翼翼，不用降低能量去配合，你只需要站在那里，对方就能读懂你。就像行星与行星间的轨道共振，只要周期一致，不需推动也能相遇。别再回头看那些本不属于你的人，他们是课本，不是归宿。你真正的归属是在你成为那个版本的自己后，才会自然抵达的那片星空。所以别质疑你现在拥有的，也别后悔你曾经失去的。命运从不出错，宇宙一直都知道你该遇见谁，你必定会和你的正缘再次相遇。哪怕你已婚，哪怕你和对方错过了很多年，但只要你们命中注定，最终一定还会走到你面前。在宇宙尺度下，所谓命中注定并非情感语言的虚构，而是结构与引力的真实表现。恒星因引力相遇，星系因轨道重叠交汇，粒子因纠缠而互相呼应。人与人之间最深刻的连接，也不过是宇宙法则的一种延伸。正缘是一种高维度的引力，存在于你看不见的时空维度中，哪怕分离多年，但只要引力曾经发生，便不会消散。就像星辰绕行多年后
再次相遇于同一片夜空。在宇宙广袤的深处，每一颗星辰的运行都是固定的，每一次能量的波动也并不是偶然，每一次尘埃的聚合都顺应着某种超越人类理解的秩序。这秩序既非宗教意义上的神意，也非人类语言能够准确描述的命运，它是一种高维度的结构，在时间、空间、质量与引力的多重张力下形成，涵盖万物的同时也涵盖着你我。在这结构之中，个体的情感、思想与命运并不游离，它们并非孤立的自我投射，而是被嵌入一张宇宙逻辑的网格里。人类总以为相遇是巧合，离开是遗憾，重逢是命运的仁慈，但宇宙从不以情绪判断事物，它只以结构、节律与恒长的方程运行。每一次人与人之间的邂逅，如果双方真的会有连结，它便会在时空的结构中留下一道专属于他们的曲线，哪怕这条曲线会分开运行，最终也将因某种引力而重新交汇。这不是神话，而是自然的运行方式。138亿年前，宇宙从起点爆炸而生，时间与空间共同展开。大爆炸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直接炸开的，而是一种几何结构在最初单位尺度上的扩张，是出现在虚无中的奇迹，是空间的诞生与膨胀的最终结果，在漫长的演变下才得以建立我们现在的意识、情感和所有的关系。这意味着我们的存在并不是偶然，而是亿万年扩张链条中的一个节点，正如恒星不是孤立燃烧的光源，而是引力塌缩后稳定的产物。人类生命中的震源也不只是一次心理激动，而是时空结构中一组向心力量的显化。你或许与某人擦肩多年，或许彼此分离于千里之外，或许在岁月中各自老去，但只要你们曾在宇宙结构中产生引力联系，就会像两颗曾短暂纠缠的粒子，即使进入完全不同的路径，也仍在深层维度里维持着一种同步状态。量子纠缠也证明这一点。波尔与爱因斯坦在20世纪初的争论揭示了世界更深层的关联性。两个粒子若曾互相作用，即使分别后相隔数光年，它们之间的状态仍可瞬间呼应。这并非魔法，而是宇宙底层逻辑的真实写照。这种纠缠机制如果存在于微观粒子之中，那么在人类更复杂的意识结构中又怎会完全消失？真正的情感，尤其是那种刻入生命的连接，很可能就是某种宏观纠缠态的体现。而所谓的正缘重逢，不过是宇宙以自身节律修正轨道后再次实现的轨迹共振。当你想着那个人时，那个人或许也正于不知名处心有所感。当你深夜梦见那段旧事时，或许那正是某种量子残留在意识层面的回响。这并非玄学，是现代物理学所隐约揭示的深层现实，而数学则提供了另一种支持。陀螺仪空间、庞加莱球面、微分流行，这些看似抽象的结构
都是高维空间中路径循环与重叠的证明。人在三维空间中无法看清自己是否正沿一条封闭曲线前行，而在更高维度中观察，一个人一生的轨迹可能早已注定向某一天汇聚。时间并不是线性的，这一在广义相对论早已证明。爱因斯坦指出，时间与空间并非绝对，而是相互影响的流体，速度、质量、重力场都会改变时间的流速。在宇宙的尺度中，时间如同织物，能被引力弯曲。人类以为的迟到与错过，在宇宙层面或许只是节奏未调的暂歇，就如同光从遥远星系抵达地球，续航11年，但当它抵达我们的视网膜时，我们仍然感知到那份久远的存在。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也是如此，那些你以为失去的人，那些曾经别离的情感，若它们足够深刻，便如那些亿万光年之外的星光，哪怕经历漫长沉寂，仍会在某刻照亮你的世界，而那一刻便是宇宙安排的规范时刻，而地理从未阻断这条路径。在地理学的深层结构中，人的移动并非完全自由，城市的空间设计、地球的构造、板块的运动，甚至街角咖啡馆的存在，都是千万因果与路径重构的产物。你选择去一个地方，并非完全出于意愿，而是空间结构在某一节点的牵引。一个人若曾经与你产生坐标意义上的交汇，那么你们的空间路径极有可能在未来再次重合。地球自转与公转的周期性为这种交汇提供了可能，而文明的循环与迁徙更是加剧了这种聚散之间的流动性。而人在其中的意识如果能够达到足够亲密的维度，便能在这种交汇来临之前感知其临近。这并不是超能力，而是意识结构与时空秩序之间的呼应。正如一枚指南针，并非凭空知晓方向，而是与地磁场产生结构上的共鸣。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人，往往并不需要寻找，他们终将以某种方式归来，不是因为你的努力挽留，也不是因为他仍眷恋昨日，而是因为宇宙在你们之间设定了一段不可逆的函数关系。这段关系只需时间推演后自然完成。在这个视角之中，等待不再是被动，而是参与宇宙运行的一部分。重逢不再是奇迹，而是结构必然。正缘不再是迷信，而是一种可被物理与几何验证的命运态。在引力深处，在时间曲线之中，在星辰轨道未曾偏移的那一刻，一切已然注定。人类惧怕错过，是因为不了解时间的广度；执着于挽回，是因为未曾知晓引力的恒定。真正的归来从来不是偶然，而是轨道完成一次周期后的回响。你若静心聆听，便能听见那渐进的节拍，不是奇迹，不是浪漫，而是宇宙正在按它的方式，将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一寸寸送回你身边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
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